这个弱小的男生正在被校霸欺凌，他跪在地上，校霸拿起书本卷起，狠狠地抽打着他，随后一脚将他踹倒在地上，接着又是一脚踢在脸上。校霸走后，男生突然从地上站起，手里颤巍巍拿着一根圆珠笔。校霸认定他是个怂货，不敢对自己怎么样，于是他握住男生的手让他刺喉咙，甚至对着自己的眼睛让他刺。下一秒，男生真的将笔戳进去，这下他蒙圈，知道自己要玩完。男生叫小安，由于致人重伤，小安被判3年。在监狱球场上，好心的狱友向他们介绍狱中派系。木工组组长胖子一身膘肉，脾气火爆；糕点组组长瘦猴身手敏捷，善于腿法。场上有人受伤，小安被瘦猴拉去踢球，结果一个传球踢中胖子的要害，之后就被胖子手下强行拽走。小安知道自己这一去一定会脱层皮。这时，迎面走来一位高冷的男人，胖子像是看到可怕的东西，急忙让手下收敛。小安明白，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，因为他听狱友说过，这个男人叫大山，是格斗冠军，因为母亲和妹妹被人杀害，他徒手打死3个歹徒，却因防卫过当进了监狱。在短暂的思考，小安猛然挣脱，随后拼尽全力奔向大山。他狼狈地跑到大山身边，跪在地上，他请求大山救自己。大山让他站起来，后面的胖子也走了过来。他告诉大山不要多管闲事，毕竟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大山执意带走小安，胖子开始言语攻击，他上来就是一拳，大山躲过了，又一拳他敏捷地避开，然后给了胖子一巴掌，接着一拳直接撂倒胖子。一旁的小安看傻了。第二天，他们在上课时，胖子直勾勾地盯着小安看。小安清楚，胖子不会就这样放过他的，一直在找机会要暴揍他一顿。还没下课，便有人来探视小安。然而那个来看他的是校霸大海。小安颤巍巍拿起电话，此时大海的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。小安不停地给他道歉，哀求他放过自己，但大海根本不接受。大海是拳击冠军，身手非常了得，他要等小安出来，让他生不如死。小安崩溃了，他每天心惊胆战，彻夜难眠的过日子。偶尔的机会，他看见大山在操场跑步，于是他来到了操场。大山问他为什么要跟自己学，小安却说他只想过得平凡一些，因为现在他连平凡的资格都没有。大山没理他，接着跑步。小安在后面边追边说，他说从前自己只知道逃避，因为不想挨揍，因为不想丧命，他只知道低头，只知道服从，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怎样活过来的。但现在他不想这么活了。大山停下了脚步，小安上前请他帮忙教自己。大山没有拒绝，提了一个要求，在40分钟内跑完100圈，如果能做到就答应教他。小安决定试试，开始往前奔跑。他的速度远远不及大山，可他没有放弃。30圈他就已经气喘吁吁，40圈他的双腿开始颤抖，50圈想到自己被欺负和阴暗的日子，让他无法停止自己的脚步，70圈晃晃悠悠地跑着，脑海里全是被同学欺凌的画面，90圈一头栽倒在地并呕吐。他想起自己曾经想自杀却没有勇气，他再次爬起来往前跑着。他想起大海等他出狱报复，从始至终他只想过得平凡一些。100圈突破恐惧，突破自己。在这个瘦弱的疯子面前，大山看到了一种惊人的韧性和耐力。他扶起昏迷的小安，虽然他没能按时完成试炼，但他已经超越了自己。不久后，他们开始训练，首先进行测试。小安的体能真的是弱爆了，俯卧撑21个，仰卧起坐32个，引体向上1个都做不起来。无论姿势、动作、发力点全部在线上。大山让他记住这个数字，以后的每天只需在原有的数字上多做1个。白天他训练拳法和抗击打，晚上练身体意志和爆发力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，小安有了很明显的进步。而另一边，大海在街上徒手打倒2人，这一幕刚好被一个黑帮大佬看到。大佬欣赏他的身手和狠劲，并和他打赌3秒内自己可以抽他嘴巴，如果成功就让他加入自己帮派。大海不屑地笑了，没想到3秒不到，大佬一巴掌抽了大海一大嘴巴，将他扇翻在地。大海就这样加入了黑帮。而监狱这边，小安为了救朋友，打了胖子的手下，这让胖子有理由找他麻烦。他们把小安带到木工房，小安诚意的道歉，胖子并不买账，直接对他动手。小安敏捷地躲过拳头，接着他拳头一挥打向胖子的头，胖子晃了一下，接着不停攻击他。小安一直在闪躲对方的咄咄逼人，他开始反击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小安一直处在下风，被胖子抓住重重的甩出去。他抵挡不住胖子的攻击，被打晕过去。小安就像打不死的小强，他又重新站了起来。胖子走上去又是一拳，这回他没有倒下，而是一把抓住胖子的衣领，他用脑袋撞击胖子。几次的撞击，胖子慢慢倒在地上。小安用拳头一拳一拳的挥下去。这时有人抓住他的手，他回头一看，是大山，因为他怕小安再打下去，胖子就要饮恨西北。第二天就迎来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原来上面要求大山要转到其他监狱。临走前，大山留给小安一句话，他将此话牢记于心。在大山走后，很快就有人找上小安，他就是瘦猴。他向小安发起了挑战，只要小安打赢，以后一切都听他的。而校霸大海得知小安在监狱的事迹，便来监狱。小安这回用坚定的眼神看着他，不再畏惧。大海拽过手下的手指，他只是稍稍用力，旁边的小弟就难以忍受。他告诉小安，自己是没那么容易被战胜的。最后大海挂了电话，接着小安如约
来到仓库，话不多说，直接就开打。兽猴的腿法十分了得，让小安吃了不少苦头，多次被打倒在地。想要战胜兽猴，小安必须控制他的腿肌。他想到大山教他的索搏，随后他抓住机会将兽猴扣在地上。这时狱警来了，小安被关了禁闭，经过2次搏斗，赢回了狱友的尊重，并且和他们成了朋友。他在狱中总算过上了一段舒适的生活。时间很快就到出狱日子，走出监狱，呼吸着外面自由的空气，享受明媚的阳光。在监狱附近，一个男人从车上下来，叫住了他，是大海。小安不再逃避，两人纷纷脱掉外套，没有过多的语言，直接动手。面对大海这个拳击高手，他根本不是大海的对手。奄奄一息的小安，他想起了大山的话，鲨鱼因为没有鱼鳔，要不停地游动才不会沉入海底死去。小安再次爬起来，他使出了大山教给他的必杀技，这一拳下去，大海被打得皮开肉绽，疼得嗷嗷直叫。大海要与他搏命，死死地拽住小安的手，两个人你一拳我一拳的使命挥舞着，直到最后小安使出全身的力量，猛地一击，大海怕了，小安停住并松开手，大海倒在地上瑟瑟发抖。他战胜了对手，也战胜了心中的畏惧。